来自荷兰纽约的经典名菜红焖羊肉，您吃过没有？30年前曾经风靡大江南北，比小龙虾还要火。这道菜的特点是羊肉特别好吃，上口筋，筋而酥，酥而烂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，今天给您分享正儿八经的新香红焖羊肉做法。这道菜为什么这么红？因为它会加3种红色的配料，分别是胡萝卜、红枣和枸杞。准备2根清洗干净的胡萝卜，先用刀把它们头部和尾部给切掉，这2个地方口感不好。接下来用刮刀刮去它们的外皮。总体而言，现在的胡萝卜比30年前要好吃太多了，吃起来甜味更足。全部去皮后，再把胡萝卜斜刀切成滚刀块，大小和羊肉差不多即可。全部切好后，大约400克，先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6颗清洗干净的红枣和适量的枸杞，它们的用量可以根据个人口味进行调节。配菜就准备完毕了。羊肉方面，提前准备1斤带皮羊肉，先把它们简单的清洗一下，也可以用羊排骨。我这回用的是腥膻味比较淡的胡羊，它也是绵羊的一种，3到6个月左右的小羊羔，特别好吃，特别香。清洗干净后，我们需要浸泡一下，用温水浸泡8个小时，方便去除血水。有2个方法可以加速血水的渗出。第一个方法就是加入少量的盐，产生渗透压，逼出血水，9%的浓度为最佳。第二就是勤换水，降低浓度，把血水置换出去。半个小时后捞出来清洗干净。传统做法不焯水，羊肉要泡6、7个小时，家庭操作太麻烦了。今天的做法虽然焯水，但是煮羊肉的原汤我们会完整的保留。把清洗干净的羊肉直接放入锅中，朝锅中加入多点的清水，要完全没过羊肉，还要高出个2厘米。加完水之后，我们再朝锅中加入多一点的去皮姜片，再加入几个大葱段，再加入适量的黄酒或者料酒，因为红焖的做法会使用香料，所以不影响。开中小火慢慢煮沸，虽然费时一点，但是去除血水的效果更佳。快要沸腾时转大火，方便血沫的聚集。不要等水开，有血沫就撇除，水开后血沫更多，要一直撇除到不再出现新的血沫为止。最后那些白色的物质不是血沫，它是油脂，它和血沫的区别是用漏勺撇除不掉，会漏下来。捞出干净后，再煮3到5分钟，把羊肉煮断生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我们再用漏勺把羊肉捞出来。全程一定要注意温度的变化，一定不要温差过大，让羊肉发生急剧的热胀冷缩，导致出水，口感变柴。刚煮过的羊肉特别烫，先放入温水中浸泡一下，把温度降一降。接着用流动的温水把它们仔细的冲洗干净，一定要清洗掉表面残留的血沫，它们都特别腥。大葱段吸附了血沫丢掉不要，生姜片还有味道，可以冲洗干净。清洗干净后放一旁沥水备用。锅中的原汤我们还需要处理一下，分3次朝锅中均匀的淋入一些冷水，把汤中残余的血沫激一下，从而方便血沫更好的沉淀下来。加完水之后放一旁静置个10分钟。等待沉淀的时间，我们准备红焖羊肉的香料：八角2个，大约3克；桂皮1小块，大约2克；香叶几片，大约0.5克；白胡椒粒2克；小茴香1克；白芷1克；山奈1克；孜然2克；白蔻1克；丁香2个。先把香料放入一个碗中，朝碗中加入清水，把它们快速的清洗干净。大厨，香料如果配不齐怎么办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4到5克的荷兰特产王手艺13香。清洗干净后倒出沾水，重新朝碗中加入60度左右的温水，浸泡10分钟，可以减少一些怪味和苦涩味。10分钟后倒出来沥水备用。配料方面，我们准备1节清洗干净的大葱，先用刀把根部切掉，前半截切长段，用来给汤底去腥增香；后半截切小段，用来点缀增香。全部切好后，分别放入2个盘中备用。接着准备1小块洋葱，先把它切成洋葱丝，再把洋葱丝改刀切成洋葱丁。全部切好后和大葱放在一起，再切一点姜片，把它们和大葱段放在一起。下一步准备适量的清洗干净的香菜，用手把香菜叶子和根茎部分分开，根茎部分切成段，再把它们和短一点的大葱段放在一起。最后根据个人的口味准备适量的干辣椒和花椒，不喜欢可以不加。下一步准备一口干净的锅和一个密的漏勺，我们把羊肉原汤小心的过滤一下，动作一定要轻缓，要避免血沫飘起来。最后一点残渣倒掉不要，我们就得到了干净的原汤，就可以开始烹饪了。下一步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朝锅中加入适量的植物油，油温4成左右，先下入全部的洋葱丁和姜片，用中小火煸炒一下，把它们炒香，一直煸炒到洋葱丁变得透明，姜片也散发出浓郁的香味，我们就加入全部沥干水分的羊肉，转中火把它们翻炒一下，炒出多余的油脂，
挥发带走内部的水汽，翻炒1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再把它们煎一下，一直煎到肉的表面微微焦黄，散发出浓郁的肉香味，就用勺子把它们拨在一旁，并把火调到最小。空白处加入2大勺的红油豆瓣酱，大约80克，最好提前把它们剁细一点，用小火把它们炒干炒酥，去除豆瓣酱的生味，并同时炒出它们的红油。大厨，一道河南菜为什么会加四川的红油豆瓣酱呢？因为这道菜的创始人本身就是结合了南北羊肉的做法，这样煸炒的同时，在另外一个炉子上，我们把羊肉原汤盖上盖子，开中小火加热，煮到沸腾。我们把豆瓣酱炒酥后，再和羊肉块一起翻炒，把羊肉炒上色，注意用小火，千万别炒糊了。炒酥的豆瓣酱特别容易糊。全部上色后，再加入全部的干辣椒、花椒，再把大葱段也放进来。全部下锅后翻炒个10来秒，也炒出它们的香味。趁热沿锅边旋转淋入2勺酿的特级料酒，用来去腥增香。再旋转淋入2勺酿的特级生抽，激发出酱香味。这个时候羊肉原汤刚好也煮沸了，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羊肉原汤全部倒进来。为了增加颜色，加入适量的老抽，再把沥干水分的香料也全部倒进来。不要加盖，还是开最大火煮到沸腾。水开后保持大火，继续煮1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在剧烈的沸腾中，让油脂发生乳化，让汤底变得更醇厚，同时也能够把羊肉的腥膻味完全的挥发出去。时间到，盖上盖子，转最小火焖煮1个小时。大厨，如果用高压锅，要压多久的时间呢？用高压锅的话，要压至少20分钟的时间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面而来，然后加入全部的胡萝卜，再加入全部的红枣，枸杞先不要加，用勺子把它们整理平整。一边加热，一边顺便把大葱姜片和比较大的香料加出去。全部处理完毕后，再重新盖上盖子，小火焖煮半个小时，把胡萝卜煮到软烂，也煮出红枣的香味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，尝一下咸淡，看是否需要补充点盐和味精。如果你想要涮菜吃的话，就把汤添一碗出去，待会煮菜的时候作为原汤补充进来。添完汤之后，我们略微把汤汁收一下。起锅前加入全部的香菜梗，再加入全部的枸杞，烫个20秒就关火。枸杞不耐高温，久煮会损失营养，而且还会发酸，这一点和传统的做法不一样，更加的科学。接着就可以起锅端盘了，撒上野香菜就可以开吃了。一道软烂入味、连筋带皮的红焖羊肉就完成了。这个吃法就是一道菜，它的香味特别的香。大厨，不是还有一些大葱段没有加吗？说的没有错，有条件的话换成砂锅或者小汤锅、小火锅，再把大葱段撒进来，香菜分批的加，再开火把它们煮沸腾。用一个卡式炉或者酒精炉，一边加热一边吃，非常的过瘾。把羊肉和胡萝卜吃完，再煮其他配菜，汤汁还可以拌面条。喜欢的朋友还不赶紧去试试吧！我是大厨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